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7月28号，今天是星期一。那么前面呢看了一个新闻啊，我现在是在家门口附近的咖啡店啊喝点咖啡。前面呢看了一个新闻啊，就是川普总统啊，美国的川普总统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欧洲和美国的关税呢达成了协议啊。那么这个协议呢是川普总统啊当着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啊，就两个人坐在沙发坐在一起，他拿张纸在那边读的啊。当然了，之前也说了一些客套的话，比如说我们必将开启一个新的合作的未来啊什么。具体的内容呢，就是美国呢要向欧盟的这个产品呢征收15%的税啊。那么这个税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前呢是收1%。那么在这次谈判之前呢，川普先威胁说啊要征收30%，然后呢，现在等于砍掉一半，对吧？就收15%。当然了，这个是川普一贯的一种谈判的策略啊。除了15%的关税啊，就是普通的商品。那么对于欧盟的这种钢铁啊，川普要收50%的关税。还有就是欧盟要额外向美国投资6000万美元的投资，还要购买7500万美元的能源啊。这个能源包括比如说核燃料啊、天然气啊这些东西。那总的来讲呢，就不算15%的关税的话，就额外要向美国支出1.35万亿美元啊。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呢，川普这一次呢是大获全胜的啊，因为外界最担忧的，就是一个就是川普就是美国和中国的这个关税，对吧？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和欧盟的这个关税啊。那么这次敲定了呢，对于川普来讲呢，就是他对内啊，就对于美国内部怀疑他的、质疑他的，应该来说呢，就是他是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啊，因为这是一个就非常好的一个谈判的成绩啊。那么对于欧洲来讲呢，当然就不太好了，对吧？像媒体呢就说啊，说这个川普当着欧盟主席啊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面拿张纸就读这个东西啊，说获得了什么什么谈判的条件，就觉得呢，川普是这里的主人啊，像就冯德莱恩变成了客人啊。当然了，这是欧洲人非常一种含蓄的说法，对吧？但是已经表达了就是不是很好的啊。当然了，4天之前啊，就7月24号，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还有就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啊，就刚刚从北京啊结束了中国和欧洲的峰会。那么这个欧盟理事会主席呢，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呢，就很多人啊就不理解，就这两个，对吧？其实呢，就你可以理解为啊，就是欧盟理事会主席呢，他是主要的职责呢，就是对欧盟内部的啊，比如说20多个成员国内部的协商啊、开会啊什么啊，但他没有什么非常实际的制定什么决策的这种权利啊。那欧盟委员会主席呢，就冯德莱恩呢，他是有实权的啊，你就可以把他当做，如果欧盟是一个国家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总理啊，就这个意思。那么
外界呢已经就这个事情呢，其实对这个冯德莱恩呢有了一个批评，对吧？就是说，本来这个中欧峰会呢应该是在欧洲，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但是呢，就是他们2个人呢是飞到北京去的就觉得好像欧盟向北京示弱那么又隔了4天这个7月28号，川普又跑来又公布了这个税，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就有点难看嘛。那么北京就是为什么要就是没有来欧洲参加这个峰会，对吧？或者说重视欧盟的这种程度不够而美国这边呢也是就没有给欧盟一个更好的优于别的国家的条件，对吧？因为美国刚和日本也谈完这个关税的协议给日本的也是15%。那我们呢就分析一下就为什么呢？像现在很多国际媒体说的尤其是欧洲媒体他们呢觉得呢，欧盟现在已经不被中国还有美国呢那么重视了。就像这一次美国在关税战中呢，特朗普呢他也没有给予欧盟特别好的一个这样关税的条件，对吧？而中国呢，就连开这个中欧峰会他也就是安排在北京都不去布鲁塞尔了，对吧？那么把这些媒体的意见总的汇总一下讲呢，就是欧盟呢在这2个中美这2个大国呢就已经没有那么重视了理由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个世界呢，它进入了一个极度现实的一个世界它不是呢就像过去就过去几十年呢，尤其是冷战以后，对吧？那么全球搞经济搞全球化，分工呢是很明确的然后呢，大家畅想的这种人类未来，对吧？就整个是地球村对未来有一个很美好的憧憬消灭癌症消灭贫穷消灭饥饿当时呢，其实全球也有很多问题，但是呢，就在那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刻里面呢，就这些问题呢就忽略了，对吧？但是现在呢这些问题呢就放大化了并且呢，大家呢也就没有在桌子下面都已经浮出水面现在就是很现实的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呢，就是这一次呢，比如说在北京召开这个峰会，对吧？他其实就觉得呢，如果去布鲁塞尔那么整个峰会的节奏包括比如说开会的这个信息的发布呀，会议的节奏对吧？就都是由欧洲和布鲁塞尔主导安排发布。但是如果在北京呢，对吧？就这个节奏呢，能够北京这边自己控制的更好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他们也觉得呢，这个实际上呢，这次峰会呢，可能也就通过谈判什么也解决不了，就是现在存在的问题，对吧？比如说像欧盟一直就觉得中国的一些什么低价产品的倾销什么电动车的这种国家的补贴对吧？像中国呢，就给欧洲就发了很多这种电动车或者说呢，就是欧盟说的这种反倾销，对吧？反正呢，就是中国低价卖东西。其实这个问题呢，也谈了很久
中国呢，它的这个理由呢，就是欧盟应该不要搞这种价格保护主义，对吧？就是要市场竞争嘛，对吧？就价格是市场定的，对吧？就不能说你为了你自己的企业啊，然后你就不让我的产品进来。那么欧洲呢，他们就觉得啊，你这个不是你这个就是正当的这个企业自身的能力，对吧？这个是你国家就是对这些企业进行了补贴啊，所以这个问题呢也谈了很久。第二个呢，就是一个俄乌战争的问题。俄乌战争的问题呢，那现在的情况就是欧盟啊，就大部分的欧盟的国家呢都是支持乌克兰的，对吧？但是中国呢，它是跟这个俄罗斯啊是有战略合作的协议了啊。那么欧盟呢，它也一直就呼吁，对吧？他说啊，就是你中国，你要啊，除了不能卖给俄罗斯杀伤力的武器啊，你也要给俄罗斯压力啊，就是快点结束这个战争，对吧？因为欧洲啊，在俄罗斯的威胁之下，对吧？但是啊，我个人的意见，我觉得就是中国它并没有能力啊，就是说去决定这个俄乌战争的结束啊，因为这个战争打到现在这个程度呢，其实它已经应该来说关系到就是俄罗斯或者说普京，对吧？他的这个执政了啊，就俄罗斯的国运也搭在里面了，对吧？如果这场战争就俄罗斯输掉了啊，那么他们内部肯定也要大乱，这个俄罗斯应该也就不行了，对吧？所以就是整个俄罗斯的国运啊，我觉得就人家肯定不肯就说中国啊，你什么提点建议，对吧？你说现在停战就停战，对吧？除非就是你中国参战啊，你帮着乌克兰，帮着欧盟，你去跟俄罗斯打，对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现实的事情，对吧？因为中国跟俄罗斯是邻国，而且利益上来讲啊，他们目前来讲是一个合作的状态，对吧？那么对于欧盟来讲呢，其实欧盟啊，还有北约，对吧，都已经给乌克兰给了武器啊，给了军事上的情报共享，对吧？可能还培养了一些什么，就是技术，对吧？这些都是就是硬手段啊。然后软手段呢，你说像什么法国总统啊，还有那个德国的总理啊，对吧？也都去俄罗斯啊，谈了不知道几轮了。然后那个美国总统这个川普上台以后啊，也是和这个普京打了很多个电话，好话坏话，对吧？都说了啊，一会儿说那个要给经济利益了，一会儿又说要经济制裁了，还派了特使，对吧？那到现在啊，这个俄乌战争还是这个事情没有解决，对吧？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面，就指望中国啊什么施加点压力解决俄乌战争啊，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对吧？这个俄罗斯啊，他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就把他逼急了啊，他真的就六亲不认了啊，所以我觉得就这种问题啊，就根本不可能就是说周欧峰会，对吧？大家去谈能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但是谈完呢，就反正责任都是啊，中国不愿意在这个方面出力，对吧？我觉得现实情况就是也没有什么能力啊。那么在经济上面呢，现在呢，欧盟呢在经济上面呢，它其实是很依赖中国的市场的啊，还有就是中国的供应链。那么中国和美国呢，他们轮流的啊，就是欧盟的最大的啊，或者说是第二大的这个贸易伙伴啊。所以呢，就是对于欧盟来讲呢，中国和美国呢都是最重要的啊，就在经济上面，尤其像什么德国啊、法国啊，现在非常依赖出口经济啊，像什么卖车，德国对吧？什么奔驰啊、宝马啊、大众啊、巴斯夫啊这些公司，包括像这个什么相机品牌对吧？像徕卡这种啊，也是亚洲，也是中国这个市场就是新增的购买者很多，对吧？然后你像法国啊，什么奢侈品啊，高端的这些什么空客的飞机啊，然后呢，欧盟的很多这种高端的制造业产品啊，就这些制造业的这种产品呢，就是它不是一个成品，它是卖给企业的，对吧？
那么它最大的增长的这种市场呢，也是中国啊，因为中国呢，它有这个供应链，就生产链，对吧？它工厂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呢，就是在经济上呢，中国现在反而呢，它对欧盟呢，它没有那么急切的这种依赖性啊。但是呢，你说这个欧盟，它每一次，对吧？它跟中国谈，它还是就是在就是过去那个美好年代谈的什么人权啊，谈的什么环境啊，是吧？反正就是人类文明的各种高度，对吧？那么这些就是欧洲的先进的啊，比如说人类的这些文明的理念，比如说什么 LGBT 啊，或者什么男女，就是这种类型的，对吧？那这些东西价值观这些东西，反正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吧，就不想听这个，说白了就不想听这个，对吧？就如果是过去啊，那你说中国要增加什么软实力啊，就是要开什么奥运会的那些年代，对吧？就你中国的之前的这些经济啊，或者说军事啊，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话呢，那么这个很重要啊，就是在那个国际社会上啊，有西方的国家帮你说话，对吧？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但是这些年，对吧？尤其这个俄乌战争一开打啊，就现在就是个很现实的事件啊，就是俄乌战争一开打，你帮俄罗斯还是不帮，对吧？我们要把供应链撤走，对吧？反正就等于是分阵营了嘛，对吧？那么包括美国也是的啊，你现在他也不看这个东西，他都退群，各种退群啊，还有以色列啊，以色列在这个加沙这个问题，对吧？你像什么西班牙啊、欧盟啊，20多个国家啊都谴责啊，什么要停火啊，还承认，对吧？说这个巴勒斯坦建国，对吧？但是有用吗？没有用，对吧？就以色列根本就听都不听啊，他们之前还打了一个什么救援的组织啊，以色列现在就对吧？对美国大概能听进去一点，对吧？但是美国在这种现实的情况下面啊，他也是就全力支持以色列的啊。这个为什么？就是说你欧洲你现在这种世界的背景下面，对吧？就是你就不是说这种什么提倡什么人类价值观了，对吧？就你现在就是要有军事实力啊，你要有就强有力的部队，对吧？武器是吧？就这个别人看到你啊，会重视啊，就很现实的，真的是很现实的啊。或者就是你真的你现在这个经济实力，你就非常强，对吧？你比如说你中国，他说你现在什么电动车啊，或者你要卖别的啊，我就全部买，对吧？或者我来给你投资啊，就是说人家总图你点什么，对吧？要不就你能给我赚点钱，对吧？要不就是你能卖给一些我需要的东西啊，就比如说像什么美国那个芯片，对吧？或者说啊，你说那个荷兰那种光刻机欧洲是有一些，像比如说荷兰的光刻机啊，就阿斯麦的光刻机啊，还有就是那个德国啊，有一些那种化学啊，高端的化学的这种产品啊，或者说一些非常精密精细的那种工业上的用的机床啊，对吧？但是这个东西很多都是对中国就是禁售的啊，就像荷兰这种光刻机都是美国限制出售给中国啊，就虽然这光刻机是荷兰自己公司的，还有一些东西呢，你比如说什么高端的什么生命医疗啊、生物科学啊、什么药品啊，对吧？你说什么好的奢侈品啊、好的橄榄油啊、好的葡萄酒啊，对吧？反正就是欧洲老钱生活上的一些东西，对吧？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欧洲在文化上、艺术上，对吧，都是领先的啊。还有就是这些，反正怎么就把人类的生活越过越好，就这些东西呢，确实啊，它也是遥遥领先于中国的，对吧？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些东西啊，就是目前的这个现实的世界环境当中，对吧？就大家不是很急切的需要这个东西，对吧？但你像这个电子科技领域啊，什么人工智能啊、AI 领域啊，对吧？现在都是中国和美国领先的啊，所以呢，欧盟它现在这个情况呢，在中国这边呢，
他就得不到像过去对欧盟的这样的一个重视度啊。一方面呢，就是实际上需要的东西不多，对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很多问题，现实的问题解决不了，对吧？而提高软实力方面，对吧？你像川普当选了他也是什么联合国文教组织我不参加了，然后联合国我也要不参加了，然后世界卫生组织我也要不参加了，对吧？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就川普他现在也不看重这个东西了，对吧？所以中国他对这种现实的这种情况，他肯定也不会去看重这个东西了所以说，要我说的话，就中国和欧洲欧盟的这样一个关系的改善，肯定是要到俄乌战争以后了而美国的情况呢再聊聊美国和欧洲的情况吧。美国其实和欧洲的这个情况比中国我觉得更要直接一点因为中国呢，就它怎么说呢？它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吧？你说它是发展中最大的国家就中国的人均收入或者人的过的生活肯定还是没有欧洲人那么好，对吧？但是中国呢，他也一直说这个中欧关系是世界当中一个什么很重要的关系，对吧？反正现在谈不好，就以后慢慢谈就是这种儒家这种中庸的说法吧。但美国就很直接了，对吧？美国反正那个川普2016年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川普执政的时候当时他就说了他说你们欧洲现在就是搭便车的这个是他原话就意思说你们是寄生虫，对吧？你不出钱也不出力就让我们美国全部买单那么这个是当时他第一任的时候他就要退出各种各样的组织，什么北约什么，对吧？但是呢，就是很遗憾就他还没有发力，就是疫情来了，然后呢他就下台了，对吧？下台了以后呢，就美国这边是民主党上台，拜登执政。那拜登呢又反转了一下就他又回到了就是之前这种大联盟的这种模式，对吧？但很可惜呢，就拜登只做了4年，对吧？这一次就是美国民主党，对吧？他又败选了那么这个川普呢，他又回归了那么川普他回归了以后呢，他比上一次就更凶了他一上台就派了那个副总统这个彭斯，对吧？这个彭斯跑到欧洲来一句好话都没有然后一点情面也不给他就当着欧盟这个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对吧？他就说他说现在你们欧洲的问题不是什么中国的也不是俄罗斯的也不是美国的，就是你们欧洲自己的问题。反正这个话说的是特别的难听的他还反正对英国也说了说什么英国快变成一个什么穆斯林国家了当然了，他这个话难听归难听，对吧？可能这当中也是就是有一定道理的，对吧？然后呢，就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川普要谈判嘛。谈判呢，这个法国的总统他几次就是要和这个乌克兰的泽连斯基一起跟川普谈，对吧？川普都拒绝川普就是他就想就撇开欧洲，对吧？他就直接想跟泽连斯基去谈，或者和那个就是普京去谈他就不愿意再跟那个法国总统去谈什么就他就觉得这些人就是怎么说呢？就你实际上你也并不会去真的派兵什么，对吧？就最后还是要美国这边出武器，是吧？然后让欧盟这边出点钱嘛，对吧？军费提高到5%嘛，对吧？反正欧洲这边有钱的反正也同意了。你说像法国德国估计也同意了，对吧？但是像西班牙什么也就不同意那么他这个武器呢，其实之前他们也以为就是武器 GDP 提高到5%，军费是就是欧盟自己去建造一些武器，对吧？实际上不是的它都是要从美国采购的那如果说欧盟提高这个军费，从自己的这个武器生产什么那这样的话，还就是能够增加一些工作岗位，对吧？钱也花给自己了但现在并不是这样就是还是要
购买美国的啊。好吧，反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先说到这里了啊。就这个也是我看了欧美各大媒体啊，我最后自己稍微总结了一下啊，也欢迎大家就提点自己的看法，谢谢。